各位朋友，俗話說知人知面不知心，畫龍畫虎難畫骨啊。這個小艦長前2天去中国的海軍節參觀了中國海軍的裝備啊，他看得比較激動。他說呢，解放軍準備好了，結果呢就这句話，然後回來以後，這些民進黨的台獨們口誅筆伐，民進黨說威脅要取消小艦長的退休工資，但是呢，中天的常駐嘉賓李正杰出來狠咬小艦長。那麼我們先看看這個卓榮泰。接下來是3例提問。海軍前艦長呂禮詩近日登上艦喊祖國強大，但是現行的法規卻無法來懲處他。院長是否支持相關修法？這種不當的言論對該個人而言已經不是第一次。我認為他違背了軍人的忠誠義務，也違背了退職軍人領取退休俸的職業道德跟義務，更嚴重違背散布這種敵我不分的失敗主義的言論，必須要有強而法律的依據。我認為這件事情應該盡速的來處理，我們會來推動。這個台獨分子喊打喊殺的我們也理解，可是呢，這個常駐中天的藍營的嘉賓李正杰是怎麼回事呢？連中國的國台辦都力挺小艦長啊！命是保家，人民海軍的使命是保家衛國、保衛人民，自然也包括台灣同胞。台胞的感言表達了真摯的民族情懷，獲得兩岸同胞紛紛點讚。民進黨當局罔顧事實，恐嚇打壓參與兩岸交流、敢於仗義直言的人士，大搞綠色恐怖、台獨專制，多行不義必自斃。小艦長，你有種就說，我今天就說了。因為包含像民進黨好像扬言說要取消這個您的相關的退俸相關的資格，你怎麼回應呢？這個是我第一次對外回應第一個，你就衝着我來就好了，那你不要再去弄別人，因為這個事是我一個人做的，也請某些人呢不要再說。然後呢，那實際上來講，我們講說這一些民進黨的政府你們隨便，這一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內。也就是說呢，你就衝着我來，然後你砍我的退休金呢，我也甘之如飴啊。我們剛剛才講到這個800的這部電影對，那我們講到這部電影，人家是失去生命而已，我只是失去那個原來是我薪資一部分，那是我薪資一部分的退休俸，那有什麼呢？跟人家失去生命，拋家棄子去為國家打一場仗，那相對來講我根本沒什麼嘛。我們現在一直在講去年我參加93閱兵，人家的請柬上面寫什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上面有寫解放軍嗎？有人說那時候解放軍還沒成立，他有寫解放軍嗎？沒有，他寫的是中國人民難道不是嗎？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個4行倉庫，800不是就在4行倉庫嗎？對，小艦長是真漢子，他是801名壯士。小艦長也確實是個軍人的秉性，報仇不隔夜。李正杰在臉書上酸他說他連累了台灣的這些退將。小艦長立刻就反擊。到底有誰在後面一直拿那個超級小刀在后面戳那我就直接講明了啦。有些退役的將領他在臉書上面是怎麼寫的？他就寫說黑狗偷吃，白狗受罪。然後他說呢，這個修法要把校級軍官呢列入刪除退俸的對象，修理到無辜的降級軍官。我剛剛就講了，我每一次都講，
從第一次我到珠海航展，到我去93閱兵，以及這一次我通通都講，你們就針對我好了，你們搞一個那個吕律師條款，就是針對那個呂律師啊，那我就認了。那不要去霍霍別人是吧？对，你不要把所有的這個校級軍官通通都涵蓋在裡面。那我講得非常清楚啊，但是呢，他還繼續寫啊，那個這個老將軍呢還在寫說黑狗啊，那個他說那個修理到的到底是無辜的校級軍官還是闖禍的黑狗？意思是什麼？他在隱喻誰是黑狗？我們這樣講啊，影射的殺傷力最大。如果你戴總有本事，你直接指名道姓的講啊，對不对？如果是的話，你還算是個漢子的話，如果你不是個漢子，就到一邊涼快去。那他還接着繼續講啊，黑狗指示以後不能再出去偷吃了，等等，你講誰偷吃啊？開什麼玩笑對，然後他還繼續講啊，他說校級軍官以後呢，到對岸旅遊經商要謹言慎行啊。我就說什麼隱藏的這一些好像平常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一些，也不是這一些，就那一位老將軍，大家都以為他是支持中國大陸的這種思考的，但是呢，他在這裡為什麼講的是對岸？他平常講的是什麼？講的是中國大陸，講的是大陸。為什麼你現在講的是對岸？講的變成跟這一個民進黨講的跟這些青鳥黑熊一個口徑了。意思就是你其實骨子裡頭流的就是青鳥黑熊的血啊。那所以我們這樣講，我從來不搞什麼影射啊，影射都是膿包講的話，我都是直球對決，所以我昨天直接講了，也就是說嘞，你有本事你就針對我來，你就針對我一個没關係，我認了，但是我甘之如飴啊，我直球對決，我說你們這些啊，只是啊想要當倭寇而已，想要當日本以及美國的這一個那個代理人，想要兄弟自殘而已。你們就是這種人啊。那所以我說啊，不是在那個 T 台或者是在中天出現的這一個來賓啊，就一定是支持中國大陸的偉業的，不是哦。那他只是擠不進三立民視年代，他擠不進去，然後呢，他就是哎呀，他擦脂抹粉，搞得好像是他是藍軍一樣。不，大家可以啊，我絕對不是因為他這位老將軍他的一個臉書我開始發火，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對，他每一次都這樣弄。然後呢，我其實對於這些長官學長的指教啊，那我以前有不愉快的經驗，所以現在呢，其實以前也是如此啊，我都是事不過三。你只要搞到第三次的時候呢，我絕對不會啊，裝作沒聽到，絕對不會。那今天呢，那有綠營的這個媒體說啊，呂律師在討拍，你搞錯了，你才討拍嘞！我在直球對決啊，也就是讓大家看清楚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啊。那有些敵人啊，隱藏在那個我們的陣營裡頭，然後呢，裝的好像是支持中國大陸，其實不是。他說支持中國大陸的是黑狗，是偷吃，然後還呢那個把中國大陸，那個平常講的是中國大陸，現在講的是對岸。你看看這些人到底是什麼嘴臉？那你現在說啊，要來砍我的這個退休金啊，你現在這樣子恐嚇我，我就開始很害怕。我不害怕啊，因為我早知道你們會做這些下作的手段了。那而且你們也不是第一次講，你們除了拿錢來威脅我之外，你們還能做什麼呢？我甘之如飴啊，隨便你，隨便了，那我就認了。你要砍就砍吧。而且呢，
其實從這一次的事情啊，有些人的真面目我們就看到了。意思是什麼？誰是朋友啊？誰是潛伏的這一個敵人啊？為什麼我這樣說？當我受到這種無情的炮火攻擊的時候，對，所以現在我們這樣子看啊，也就是我們就知道了誰是朋友。那再加上我們今天講到這個801啊，那其實我真的是期期以為不可啊。為什麼？因為800壯士啊，當初所有的這一些官兵啊，都是也就是背水一戰，那就是拿自己的性命直接那個固守這一個4行倉庫啊。是，那這個都是拋頭顱灑熱血的事啊。那跟我也不過就是讓你們的嘴炮攻擊一下。李正杰李正杰呢，確實有的時候對大陸的說話呢，都是酸唧唧的、陰陽怪氣兒的。這次小艦長的事情上，他露餡兒了啊！人比人吶，真的是不一樣啊！你看看人家馆長立場很堅定，支持小艦長。我最近有看就是那個小艦長他去參觀那個海軍77節嘛，然後現在要把他幹掉嘛，現在說要把他幹掉，小艦長也是很看得開啦，很勇猛，小艦長也是說沒關係來啊。望啊望，就像看到一位期待已久的老朋友。老艦長吕礼師也是首次登上海軍艦艇，激動到瘋狂自拍，完全看不到。他对着我，你絕對是眼睛紅紅的出來。館長看這個抗日的電影都這個臉圈紅紅都要落淚了，這是真感情啊！所以誰是統派，誰是隱藏的青鳥，這回李正杰露餡了吧？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